你见他们了吗？海玲问了妹妹一句，不等妹妹答话，她又说道，你好好休息，不必见他们。周红林是改了，但她那个老妈还有她姐姐，那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，还是那样子，跟他们接触很容易被气死。海玲对钱婆婆的印象始终无法改观，也是钱婆婆始终改不了那个性子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周母女俩就是那样的性格，怎么可能改得了？没有见他们送来的东西，营养品叫他们拿回去了。他们家现在生活不是很好，营养品贵，他们也能吃，就叫他们拿回去了。尿不湿和婴儿的衣服就收了，一点东西都不收他们的，又怕他们在洋洋面前胡说八道。海玲恩着洋洋最近都不想去他爸那边，若是他爸过来说带他出去玩，他就愿意跟着出去玩。父子之情斩不断，洋洋跟他爸感情还是好的，但小家伙是越来越不喜欢亲近他的奶奶。爷爷还好一点，奶奶和姑姑死性不改。洋洋年纪虽小，却也懂点事的了，他开始避免和奶奶相处。洋洋下个学期是转去江城上幼儿园，还是继续留在管城？海童错开了话题，不想老是谈论姐姐的钱婆家。我想将她转到江城上幼儿园，我是长期留在那边的了。东明也会过去，若是再将洋洋留在管城，一是给你科添了麻烦，二是怕洋洋觉得我不要他了。海童说道，有什么麻烦的？我家里那么多人，还照顾不了他吗？就是陆姨他们都愿意照顾他的。陆家视洋洋如亲孙子一般，待洋洋是发自内心的好。我没有那么快复工，估计要3个月后才会复工吧，还是能帮你照顾洋洋的。当然，要是你那边稳定了，洋洋肯定是跟在你身边更好一点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我征求洋洋的意思。洋洋不太愿意跟我去江城，他说去江城没有人跟他玩，放暑假后接他去江城住一段时间，看他会不会改变主意。要是他一直不想去，就麻烦你们了。洋洋越来越大，他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主意，不再事事都听我的安排。海玲笑道，他是个主意正的人。姐妹俩聊了一会儿，海玲便让妹妹带着孩子休息。她和陆东明要回陆家一趟。从江城回来后，她并没有住进陆家，而是住在他名下的那家别墅里。陆东明自然跟着他一起住。海玲觉得住在自己家里更自在一点。陆东明在那里也有别墅，挨得还很近。海童很快带着儿子一同入睡，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战印坐在一旁看着妻儿，满脸柔情。这个时候他手机响了，是战远打给他的。战印马上接听，同时也跟着起身走出去，怕自己接电话吵到了妻儿休息。大哥，我大嫂出院回家了，还是在医院里？还没有出院，计划明天才出院回家。战远哦了一声，他说道，大哥，我和大小姐现在坐飞机回去，应该是傍晚能到机场，我们到时候直接坐车去医院，先看看我大嫂和孩子。听到亲弟弟也要回来，战印说道，你在那么远的地方上班，主家又离不开你，你不必跑这一趟的，你嫂子很好，孩子也好，等满月了再回来喝满月酒也可以。战印是不建议弟弟们全都跑回来，不过大家开心，他儿子又是下一代的第一人。弟弟们个个都很开心，当了叔叔，全都撇下手头上的工作跑回来了。这也是他们兄弟情深，大家对海童这个长嫂的认可及尊重。你要带欧阳小姐回来吗？战印后面才捕捉到重点，准弟媳妇要过来，那就是正式见家长，人家好歹是欧阳家族的当家人，第一次见家长，怎么能让人家直奔医院呢？大小姐说她想正式拜访一下，她也很想见见大嫂。战远老实的道，她工作很忙，我想劝她不用跟着的，但她坚持要跟回去，那就一起回去了。心里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欧阳雅很容易就接受了她是战奶奶给战远选定的妻子人选。用欧阳婷的话说吧，
配得起她大姐的只有战远。战远自身很优秀，欧阳雅已经吃习惯他做的饭菜，两家也属于门当户对。至于远嫁这个问题，两家长辈沟通好就没事了。战奶奶婆媳俩都亲口对欧阳雅说了，只要战远过得幸福，不在乎欧阳雅回不回管城生活。还说战远现在就是在欧阳家上班的，他当以工作为重，自然是留在 H 市生活。逢年过节有空就回管城陪家人过过节，吃顿饭。忙的时候回不来也没事，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得很，可以坐飞机过去看看他。总之，两家结亲是没有任何障碍的。欧阳小姐第一次过来，你先带她回家，见过家里的长辈，吃过了饭，再来医院看你大嫂也不迟。你大嫂明天中午或者下午才会出院回家，不着急的，先带欧阳小姐回家。人家第一次登门，你带着人家直奔医院，这像什么？一头也不好呀。战印说着弟弟不许弟弟带着准弟媳妇直奔医院。你们几点钟的机？大概几点到机场？我安排人过去接你们。战远答道，不用，我已经联系了杨叔，让杨叔帮我安排司机过来接我们。那行吧，我听大哥的，先带大小姐回家，用过了晚饭后，我们俩再去医院看看大嫂和孩子。出院了，大嫂正式坐月子，他当小叔子的就不好去看大嫂了，要等到嫂子出院。但在医院就不一样，他过去看看没事。第一个侄儿长什么样，他还没有看到呢。虽然大哥在家人群里发了相片，战远想亲自抱抱侄儿，也可以杨叔给你安排了司机接送，那大哥就不操那个心了。晚上要是太晚了，也不必过来，你嫂子和孩子睡得早。战印叮嘱。战远哦了一声，看情况吧，若是还早，我们就过去，到时候我给大哥电话。行，大哥，飞机要起飞了，我先挂电话。战远说了句就挂了电话。你大哥说什么了？等战远挂断电话后，欧阳雅问他，大哥叫我们先回家，用过饭后，若是时间还早才去医院，很晚的话，就明天再去看我大嫂和孩子也不迟。我大嫂明天下午才会出院。战远看着他，温和地道，大哥是觉得你第一次跟我回家见家长，不应该下了飞机后直奔医院，哪怕我大嫂生娃是件喜事，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始终是让人忌讳的，所以大哥不让我们直接去医院，也是我考虑的不周，我们就听大哥的，到了后先回家。我跟家里人说了的，奶奶和我爸妈肯定会在山庄里等着咱们的。这是他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，这个女孩子还是奶奶挑中的孙媳妇，家里长辈自然会很重视的。战远都自责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欧阳雅不在意，他却不能忽略这样的细节，不能在欧阳雅第一次跟他回来见家长时直奔医院的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，其实我并不在意那些的，不过战家人这样重视他，欧阳雅内心还是很满意的。不管你在不在意，我们的态度都要摆正，不能因为你不在意就乱来。战远握住他的手，要不要睡会儿？3个多小时的飞机，我们都可以睡会儿。他还好，平时能休息。欧阳雅工作忙，总是早出晚归的，休息的时间不够。好，你也睡会儿。欧阳雅的确是累，不过接下来她可以放松3-5天也不错。本来她想着只去3天的，妹妹们体贴她，父母长辈们也觉得3天太短，建议她至少也要待5天，才能真切感受到战家对她的态度。妹妹们承诺她不在家的时候，公司不会有事的，能够正常运转。欧阳雅便将工作安排好，跟战远回管城，决定待上5天。1是见家长，2是看看海童母子俩，3是当度假了，在管城好好的玩上几天。战远会一直陪着他。那边的战印在弟弟挂了电话后，对其他人说道，老六今天带欧阳小姐回来。欧阳小姐第一次过来，
算是正式见家长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我们要给欧阳小姐一个好的印象，也要让她感受到我们家的诚意。战义臣等人说道：好，等会儿我们就回去。老六刚坐的飞机吧，从那边飞回来要3个多小时吧。我们再待会儿就回去。奶奶在家里，她老人家会安排好一切。他们这些兄弟就是回去露个脸，让欧阳雅认认人就行。怎么招待欧阳雅，会有长辈安排。反正奶奶在家，奶奶在，他们什么都不用操心。战奶奶一般臭小子，奶奶一把年纪了，你们还什么事都指望着奶奶来操心？众人，奶奶不是乐在其中吗？不久后，宁云出来了医院，她带来了一束花，送给海童的。有宁云初在这里陪着海童说说话，大家就被战印赶回老家去。战远带欧阳雅回来，肯定是回老家的。长辈们都在老家，也就是海童入院待产那段时间，大家是住在战印在市里的大别墅里，方便来医院探望海童。海童生了之后，母子平安，长辈们便又回到悠悠山庄去。明天海童出院回家坐月子，她跟丈夫商量了，决定也是回悠悠山庄坐月子，安静，空气好。长辈们都在家，家里佣人也多，能得到最好的照顾。战役名下的大别墅虽然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但长辈们不可能一直跟着住在一起，他们还是更习惯住在他们的地盘上。海童也更喜欢悠悠山庄。大哥，你也休息休息吧，我看着海童和孩子。宁云初对战印说道，说完后又去看孩子。他很稀罕孩子，海童精神很好，能吃能睡，能下床活动。宝宝现在也就是吃了睡，睡醒了吃，只要拉了帮他换了尿不湿，又安然入睡，不用怎么费心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战印也熬得累，便放心的在外面的小厅沙发上休息休息。宝宝醒了，宁云初就要去冲奶粉。海童说道，才吃了没多久的，可能是拉了。听到宝宝可能是拉了，宁云初就有点无措了。他从婴儿床抱起宝宝走过来，将宝宝递给海童，笑道，我没有经验，你来帮宝宝换尿不湿吧。海童接抱过儿子，宁云初就去拿尿不湿。他站在一旁看着海童动作熟练地帮宝宝换好了尿不湿。童童，你也是第一次当妈，照顾孩子却很有经验，很熟练。海童笑，洋洋是我帮忙照顾着长大的。他逗留着儿子，小家伙睁着眼睛看他，时不时会踢着包住他的小被子，这双小腿还挺有劲儿的。宁云初摸了摸孩子的脚，醒来不哭不闹也不抱他的话，准会踢被子。他这么小，被子也不重呀，不要看他这么小，劲儿可大了，在肚子里的时候经常踢得我都会痛。海童嘴上吐槽着儿子力气大，却满脸柔情，抱高了儿子，就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。这是与他血脉相连的孩子，给我抱吧。宁云初伸出双手，海童正想将宝宝递给他抱，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。我去看看是谁来了，大哥在休息。宁云初说道。海童嗯了一声，缩回了手，继续抱着他的儿子。很快，宁云初出去开了门。战印在小厅的沙发上睡得很沉，大概是太累了吧，好不容易能放松神经的睡一觉，他这一睡就特别沉，敲门声都没有吵醒他。站在房门口的人是顶着龙太太身份的宁思琪。管城的媒体已经报道了战家大少奶奶平安产子的新闻，宁思琪才知道海童已经生了，还生的是儿子，母子平安。他在家里极度的不停地咒骂海童母子俩，还砸了不少东西，被龙家的2名保镖警告了一番，才不再砸东西。发泄了一通后，宁思琪才调整情绪，然后带了点营养品就来了医院，想看看海童和孩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宁云初冷冷地问道。哪怕宁思琪顶着龙太太的身份，也抹不掉她是宁思琪的事实。
是还不知道宁思琪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，大家才没有戳破宁思琪